嗨，欢迎回来，我是绿子。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小旗舰吗？看到今年非 Ultra 的规格配置之后，我也真的想问问三星，你们还记得什么叫做小旗舰吗？这个照面规格真的只能说是普普通通吧。不过用了一阵子之后，从一开始的不期不待，只有伤害，越用越觉得居然还是有点惊喜的。甚至这可能是3代以来，我觉得终于可以入手，并且日常使用相对无痛的唯一一代了。不过还是依照惯例哦，实际表现有什么优缺点，还是要深度来测最准。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全面的带大家来看近3代三星端出的最好的旗舰小手机 Galaxy S23，实际表现究竟是如何呢？一起来看看吧。我们还是先来说外观吧。我知道，你们闭着眼睛都知道 S23 长什么样子了。这边我只说重点。先说用料 ，S23 在外观上的用料依旧是没有话说的，在正反两面都用上了康宁目前最强，并且让三星独占好一阵子的最新一代大猩猩玻璃 Victus 2。划重点 ，Victus 2最强的地方就是可以通过1公尺的钢筋混凝土、地青等等尖锐地面的撞击，过往的玻璃在相同的条件下，通常50公分以下就会破了。而第二个重点就是平面萤幕，跟 S23 Ultra 的曲面萤幕相比 ，S23 以及 S23 Plus 的萤幕就是真正平面到不能再平的平面萤幕了。不是我在乱讲啊，这边缘到中框是一点 R 角都没有做，平到不行。外观上是真的满分，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都非常的漂亮，依旧是稳稳的三星旗舰质感。但也相对的，跟这几年的 iPhone 一样，平面漂亮归漂亮，但要说到手感，那真的就是普通了。尺寸是控制得很好，但边缘的直角收边从 S22 开始就很不三星，变得非常平直。要不是还有边框上做一点弧度，这个裸机手感真的可以当成钢板，拿来跟 iPhone 14 Pro 互敲了。不过说真的，垂直收边也就是套个保护壳的事情嘛，套上后整体的手感却好上了不少。加上平面萤幕的优点，就是平面的玻璃保护贴非常好买，便宜就有高品质。重点是也完全不影响超声波准辨识，因为平面保护贴除了可以做得更薄之外，背胶也不用太厚就可以服贴在萤幕上面，所以很容易就能做到跟布贴一样的速度表现，维护上完全不用操心。最后，三星这一次在 S23 和 S23 Plus 上面采用 Ultra 同款的线性马达，在震动回馈上更加清脆利落。不过还是一样，预设的回馈震动依旧比较小一些，可以在系统中调大。接着来看大家比较关注的相机，在相机上我会分为2个 part， 第一 part 会去聊非 Ultra 2只背后的技术，接着对比市面上的顶级旗舰，像是 iPhone 14 Pro、Pixel 7 Pro 和小米13 Pro。虽然说真正跟这些机种竞争的其实是 S23 Ultra， 但没关系，越级对比也蛮有意思的。第二 part 我会想聊从相机角度来看2只拍起来的感受差异。大家也知道吗？我们前阵子去日本拍了很多照片、影片，刚刚在抠档案的时候，发现一只手机就拍了40多 GB， 算是蛮有参考价值的使用体验了吧？我们会详细来聊聊。先来第一 part。详细来聊一聊相机 ，S23 和23 Plus 2只，在规格上还是大家熟悉的 1.56 寸的5000万画素主镜头，1200万的超广角以及3倍的光学长焦镜头。说真的，今年非 Ultra 的2只在相机硬体上都没有太多亮点，所有的硬体更新都在 Ultra 上面了。但也别灰心，会买三星旗舰从来都不是为了拼规格嘛，软体和算法的加成才是重点。好在这次的主要算法改进，在 S23 和23 Plus 2只上面也都能看到，我们就详细来说。首先是对焦 ，S23、23 Plus 2只用的这颗5000万画素主镜头本身就是很成熟的方案了，所以在对焦上都很快，就是 Dual Pixel 超快速对焦一贯的表现，本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在这阵子的拍摄经验上面，对焦也都是一直很稳定，让人放心的，所以在对焦上也只有一个地方要测。那就是 shutter lag， 也就是按下快门之后，相机截取画面到读出中间所产生的延迟。我们一样来做个疯狂的测试。
仔细看，我们在按下快门的同时，把手机快速的往旁边抽走，成功有交。再快一点，还是成功有交，并且在预设的1200万模式下，按下快门后，几乎都可以做到即时处理完成。在点进相簿的时候，就已经是最终成品，不需要再等待运算，拍摄体验依旧在线。对了，我们脸书社团的版主，对，我们有 Facebook 社团，现在已经有16000万版友了，还没加的朋友现在可以免费加一下啦。这位版主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 UFS 3.1 和 UFS 4.0的 ROM 在相片处理速度上有没有差？那当然，我们肯定直接来测。事实证明好像差不多哦，1200万大家都是秒出，看不出差异，所以直接来测5000万。结果也差不多，有时候 UFS 3.1的 S23 比较快，有时候 UFS 4.0的 S23 Plus 比较快，可能还是与软体判断有多少要算比较有关，好像没有拉出明显的差距。第二，我们来说说防守阵。虽然说全新的防守阵模组是 Ultra 限定，但全新的 VDIS 算法在非 Ultra 2支上面依旧是有下放的，但在邦尼的频道依旧是实测的最准，对吧？我们也直接上极端测试，跟 Ultra 的标准一样。手机最怕的就是现在画面上这种小范围高频率的晃动。可以看到左边的 S22 Ultra 依旧扛不住这种极端测试，画面有比较明显的位移。S23 和23 Plus 则是差不多，在位移上依旧不及拥有防守阵黑魔法的 S23 Ultra， 位移的时候也有残影存在。还是那句话，这种极端测试真的没有几台机器可以撑得过去啦。但也相对的可以看到，如果你想要最顶的防守阵，依旧只能上 Ultra。防守阵依旧要先有好的硬体带出画面品质，后期算法在修正的时候才是最清晰并且稳定的，而不是看起来稳定，但细看存在模糊。我们这边也拿出 Pixel 7 Pro、iPhone 14 Pro 以及小米13 Pro 来对比。此外，先前有介绍过 S23 系列是首款用上了 Snapdragon 认知 ISP 的手机，可以完成即时语义分割，这让 S23 的相机可以即时辨认画面上的物体是什么东西，如此一来就可以做到分区最佳化，像是脸部有脸部的算法，背景有背景的算法，身上的衣服也可以分离出来运算等等。最后，我想特别聊聊的地方是长焦。S23 Ultra 的长焦有多强大，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在手机上可以做到30倍以内的画面，等焦快要700mm 的画面都可以用。目前也就只有 S23 Ultra 一支了，算是真正无人能及的存在，也是很多人在 Ultra 和非 Ultra 上面最犹豫的点。所以我们也想特别跟这些朋友聊聊，分享我这几次出游的经验，希望可以帮助到这些还在望远间犹豫的朋友。那就开始喽。身为3C 科技评测频道，身上有个5-6只手机算是基本操作吧。这次日本行身上就有着至少10台装置 ，S23 全系列也都在口袋里面。我觉得评断手机相机通用性最好的指标就是它的主场率，也就是它们都在你的口袋里，但你会先把谁拿出来？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那只手机就是 S23 Ultra。这不是 Ultra 更强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而是它真的拥有最高的泛用性，你拿出来想拍什么，它都可以满足你，不用去担心什么拍不到，这就是它最大的优势。但话说回来，这是 S23 的评测嘛，所以在这期间，我一直秉持着不到不得已不去拿 Ultra 的原则来拍。但是事实证明，说到旅游神机或者是凉拌，那真的还得是 S23 Ultra， 像是富士山的各种细节。晴空塔上面一览东京的画面，甚至在飞机上，你也能直接对着海上的小岛、地面想拍就拍，拍个货轮也不为过。或者是拍一些小动物，你只要一靠近，它就会离开；或者去动物园，你根本就不可能靠近。先不论拍不拍得好，因为也就只有 Ultra 能够拍得到，它就是个很令人放心的旅游伙伴。回到家翻翻相片的时候，看到这些视角有趣，甚至有点奇葩，但却能够会心一笑的照片，也让回忆添上了不少笑料。
要录影的时候10倍光学变焦也很好用。这边也提供一组样片让大家参考画质上的差异。补充说明，这是日本的鸭子。不过话说回来哦，撇去长焦 ，S23 的主镜头超广角的表现依旧非常稳定。毕竟是三星很熟悉的方案了，不会出什么乱子。日夜拍虽然不是最顶，但体验依旧在线。按下快门后，就让魔法发生就好，依旧省心。3倍长焦的表现对日常来说也够用了，我还是支持手机要有长焦啊。像是上班族拍菜单、学生拍黑板这种基本的长焦操作，没有望远的手机在这种场景下依旧只能两手一摊，糊成一片。并且受益于 Ultra， 三星在算法上的不断探索，虽然表现不及光学，但跟 iPhone 14 Pro、小米13 Pro 这两只同样具有3倍光学长焦的机型相比，三星的长焦表现也是很不错的。所以回到问题本身，手机的相机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呢？是生活还是生存？是够强还是够用？是日常还是旅游？那你要不要上 Ultra 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回到节目 ，S23 的 8K 录影也跟 Ultra 一样是没有大幅度裁切的版本 ，8K 30 FPS 的规格也让画面更加流畅，算是让 8K 进到一个可用的程度了。而在各种的附加功能上，像是拥有峰值对焦的专业影片模式、拍照的专业模式，可以同时开启3颗镜头预览的最佳导演模式，还有 Expert RAW、S23 都是支援的。同时 ，S23 Super Steady 超稳定动态摄影，界面上这个防守帧选项开启就能够启用，同样进化到可以拍摄到2K 60 FPS 了。在效果上一样超级稳，比较大幅度的晃动、极限运动就是选这个模式。但是要注意哦，这个模式下用的是超广角镜头，所以只有在室外大太阳、天气好的时候再开启。室内或者是阴天，请一律关闭这个选项，用主镜头拍摄才是正解。此外 ，S23 同样支援阴影橡皮擦，可以清除拍照时因为环境灯光产生的阴影。重点是，大家在拍摄文件的时候，也可以直接用内建相机来拍。辨识到文件之后，就会出现扫描选项，按下去之后，系统就会自动裁切到只剩下文件的范围。重点是，你看到了吗？没看到的话，我们再看一次。画面上的阴影，系统就会自动清除。现在我都用这个来拍文件，超级方便啊！还有反光橡皮擦，可以清除玻璃上的反射。三星也有物件橡皮擦的功能，可以移除画面中你不喜欢的物体。现在你也可以及时抠图，按住，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去背。而在大家关心的性能测试上，我们手上的 Galaxy S23 搭载的是高通专门为三星定制了新一代的 Snapdragon 8 Gen 2 for Galaxy， 采用台积电4奈米制程，搭配 LPDDR5X 8GB 的 RAM 以及 UFS 3.1 128GB 的 ROM。这边特意找了 128GB 的版本，让大家看一下表现。另外一支 S23 Plus 就是 256GB 的版本了。所有的跑分测试可以参考一下表格。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中杯一样有强化散热，面积也比上一代大上了许多。我们直接进入实战表现。邦尼团队今年一样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我们所有的测试都尽可能在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并且都已经关闭了 QoS， 让效能放开来跑。我们直接测负载最重的原神须弥，提供大家 S23 Ultra 的成绩作为参考。在最高画质连续玩30分钟之后，平均帧数落在了 51.7 帧。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 ，S22 Ultra 则是只有 41.9 帧，而 S23 这边则是平均 45.8 帧。S23 Plus 高了一点，平均 46.6 帧。所以说还是体积上的差别，最好的散热还是在 Ultra 上面才有。
不过重点还是功耗。上一期节目我们有说到，S23 Ultra 虽然只有 41.9 正，但功耗居然来到了 6.6 瓦，而 S23 Ultra 在跑到平均 51.7 正的同时，功耗只有 5.6 瓦，也就是省了1瓦，帧数平均还多了10正。而23非 Ultra 两支的功耗控制就又更低了 ，S23 Plus 5.1 瓦，S23 更只有5瓦，也就是相较起22 Ultra 低了 25% 的功耗，平均帧数还多了9%。温度也都控制在40度上下，不算特别热。这边也对比一下尺寸相近的小米13，平均帧数48.2正，高了一些，不过功耗也来得更高，达到 5.8 瓦。不过说真的，这个成绩依旧普通，三星在调度上真的还是相对保守，但也的确带来了日常使用蛮冷静的体验，并且这应该也是3代以来电力表现最在线的小杯了。来看续航测试，在续航力部分，我们统一开 Full HD 120Hz 就好。120Hz 之下 ，S23 拿下12小时4分的成绩，23 Plus 则是13小时18分，比23 Ultra 还高了一点点。主要就是原生解析度和尺寸上的差异啦。总之 ，S23 这次就算是最小只的版本，在续航力上也蛮够用了，1天1充很够。在充电部分 ，S23 和23 Plus 同样支援气无线充电、无线反向充电。S23 Plus 支援最高40瓦的有线快充 ，S23 则是25瓦。这边也提供充电结果供大家参考。先看25瓦的 S23，30分钟充57%，1个小时92%，完整充满大约需要1小时16分。接着看到40瓦的 S23 Plus，30分就能够充68%，可以看到45瓦在前半小时的充电速度快了20%左右，1个小时就能达到99%。完整充满只要1小时1分就能够完全充满。声完全辨识上 ，S23 非 Ultra 两支同样采用了面积更大、速度更快的 3D Sonic Gen 2第2代超声波指纹辨识模组，同样推荐大家轻点就能够快速解锁。刚刚有提到，因为是平面萤幕，玻璃保护贴很好找，也几乎不影响指纹。此外，这一代同样支援脸部辨识。这是 S23 非 Ultra 两支，虽然预设只有8GB 的 RAM。不过 RAM Plus 虚拟记忆体也可以调整大小，最大可以达到8GB， 最小可以直接关闭。不过如果没有特殊需求，开着4GB， 加上三星的记忆体调度本来就很成熟了，所以不会有太大问题。有很多人在问 8GB 够不够用？说真的，日常就算是游戏，其实没有明显的体感差异，加上 LPDDR5X 速度本来就更快了，所以倒是还好。在通讯部分，台版同样支援 5G， 并且支援 Samsung Pay 以及最好用没有之一的 Samsung Pay 悠游卡。最后我们看到影音娱乐，都是 Full HD Plus 120Hz 的欧极限全萤幕，技术上采用 Dynamic AMOLED 2X， 同样没有 LTPO 的萤幕，但是同样支援动态更新率调节。很多人在讨论 2K 的问题。那说真的，小只的 S23 用 Full HD 我真的没有太大的意见，毕竟现在就已经达到420 PPI 了，很够用。上 2K 的话感受有限，还会更耗电。大家主要敲碗的就是 Plus 的版本，目前是390 PPI， 但说真的，你说够不够用，肯定也是够了，但就是爽感上的差别，毕竟有着 Plus 的加持。依照惯例，这边还是呼吁一下三星。而在萤幕亮度上，这次倒是很可以哦。三星这次在设定选单中依旧保留了增加额外亮度的选项。S23、23 Plus 在全白萤幕手动最大亮度上皆可达到800尼特左右。接着开启最佳化亮度选项，在强光的激发下 ，S23 在全白萤幕亮度达到1220尼特 ，S23 Plus 则是1230尼特。HDR 显示上，我们也实测 S23 在 HDR 峰值亮度上可以达到1720尼特。S23 Plus 则是接近1730尼特，整体来说，机材依旧是三星家的顶级亮度表现。最后，依照惯例，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2部 One UI 使用教学，完整发挥三星装置的所有潜力。而在音效上 ，S23 依旧搭载了双喇叭，同样支援了 Dolby Atmos。以下帮你也提供一组对比供大家参考啦。
最后还是回到主题，说真的 ，S23 就是三星近3代以来，我觉得唯一可以称得上是均衡、日常使用无痛的小旗舰。相机够用，甚至称得上偏强，萤幕表现、亮度都够成立了，电力日常1天1充也够用。但我真心期待三星可以放更多心力在小旗舰上面。我知道要把这么多硬体塞进小旗舰的确很不容易，但是把 RAM 加到12GB， 再加上一点电池容量也可以。倒是 S23 萤幕 Full HD 我给过，但你要上 2K， 我相信会有一批信众变成钉子户的。还有 S23 Plus 上个 2K， 我倒是比较期待。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的实测，希望大家也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